中俄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国与俄罗斯的边界只隔着一条江，这条江就叫黑龙江。江的南岸是中国的黑河市，是黑龙江省下辖的地级市。江的北岸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江之隔，但两边的城市景象却有着巨大差别。中国一侧高楼林立，人气繁盛；俄罗斯一侧比较陈旧，略显落寞。这个系列我将在游览完黑河之后，参加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2日游，体验这2座城市的不同之处。从哈尔滨乘坐火车到达黑河后，先吃个自助早餐。店内食物样式繁多，中西合璧，既有汉堡蛋挞披萨，也有豆浆油条饺子。在东西方争夺主导权的国际形势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强势崛起的态势之上，我做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决定。吃完早餐，我打车去黑龙江边观看中俄界河两岸的风景。黑河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常住人口121万。黑河市有汉族、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4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近4万。清朝时彪悍的索伦兵主要就来源于这块地区的少数民族。黑河的 GDP 在全国338个地级市中排第285名，人均 GDP 则排名第214名，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到达黑龙江江边，此情此景，想起黑土大叔的一句台词：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我到过许多一河之隔的边境地带，黑河的岸边是最漂亮的。宽阔整洁的广场，那一面巨大的国旗就像一团火，让人的心头也振奋起来。我建议所有边境城市都可以竖这么一面巨大的国旗，而且价格真不贵，网上价格390元便可以买到一面8×12mm 的巨大5星红旗。就是这巨型的旗杆可能造价有点贵，搞工程的网友可以报个价。黑龙江江面宽阔，对面的俄罗斯城市尽收眼底。对面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虽然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但常住人口只有24万左右。城市规模不大，高楼更是寥寥无几。从长焦镜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对面沿着江对岸正在新修一些高层住宅。从航拍视频能够更清楚地对比中俄这2座城市。中国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在之前的这一波大基建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显著的便是高楼变多了，哪怕是并不缺土地的小城市，也建起了许多高层住宅。再看看对面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感觉它就是一个停滞的城市，在经历过苏联时期的运动式建设之后，再也没有大的发展。城市建设发展停滞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许多老建筑被保留下来，保存了城市的文化底色。孰优孰劣，大家各执一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法，就是原貌保留老城，在其他地方开发新城。所谓的折中方法实际上很难实行，毕竟金钱、权力、人才都在老城，他们可不希望所有优质配套都去了新城。布拉戈维申斯克，它真正的中文名字叫海兰泡。大家都知道的海兰泡惨案正是发生在这里。海兰泡原是中国领土，是黑龙江黑河对岸中国一个满族屯。1856年，沙俄哥萨克在位于黑龙江左岸的海兰泡建立了最初的军事哨所和移民定居点。1858年5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包括海兰泡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海兰泡也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原本是中国内河，如今却成为了界河。江边竖着一个温馨提示的牌子，提示人们黑龙江是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江中没有明显的国界标识，严禁靠近主航道游泳。可以看到江中的我方游船确实开得很谨慎，很明显的看出是在我方水域航行。毕竟俄罗斯这个邻居性格确实霸蛮。开着房车的大爷怀抱大号铜管，深情吹奏。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羡慕大爷的生活。钓鱼佬总是那么洒脱。我问人工智能钓鱼佬人群的画像， AI 的具体回答是，钓鱼佬有3种性格特征。第一，有耐心和毅力，能在水边静守数小时甚至一整天。第二，热爱自然，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第三，有竞争意识，
通过与他人竞争来展示自己的钓鱼技能和成果。AI 的这个回答足以令钓鱼佬狂喜，让钓鱼佬配偶震怒。广场旁建有规模宏大的国际商贸中心，应该主要经营一些俄罗斯商品。主楼右边竟然还写着华强北，应该是擦边蹭流量批发电子产品。如果非要牵强附会的话，动画片《熊出没》的光头强老家就在这附近，而动画片的出品方是深圳华强。对于这里的环境，让我感觉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空气特别好，天空非常蓝，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多喘几口气。我极其喜欢这种清新辽阔的地方，等到退休后失恋了就来这里散散心。这里是黑河当地的早市，在东北地区是很独特的文化现象。由于东北地处中国最东端和高纬度地区，日出时间早，冬季昼短夜长，人们珍惜日照时间，且东北早市多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所以营业时间普遍较早，一般凌晨3、4点就开始，持续到上午9、10点左右。商品丰富多样，有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如油豆角、大樱桃等。肉类、海鲜也很常见，福源早市还有大马哈鱼、达氏黄等特色鱼类。主食面点种类繁多，像糖饼、包子、肉素馅饼等。此外，还有日用品、服饰、小饰品等生活用品。东北早市商品价格亲民，性价比高。例如沈阳小河沿早市，玉米饼1元1个，1.5元2个；绿豆糕6元1盒，10元2盒。早市上吆喝声、谈笑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充满烟火气。人们在这里购买食材、交流聊天，充满生机与活力，是感受东北文化和生活气息的绝佳场所。就2个辣椒的是吧？哎，对。拿个帽了啊！长的，长的一个，油盐一个，油盐。给他吃点哈，啥人吗？微信收款16元。来哪个？微信收款1元。包子大包小的吗？烧麦。来几个？又出来了。牛肉的大块，1块9块9块。烧麦，大包子。这是我。点饼肉，点饼来啊！35。这个4块，和牛奶热乎的，打开就可以喝的热乎牛奶。看吃点啥饼？微信收款2.4元。小米饼、玉米饼啊，老好吃了，他家这饼可好吃了，可松可软了，俄罗斯人拿来的是吧？你俩爱吃哈。哪个碰了它不好过？4块9。啊？4块9，我给你了啊。都别鸡蛋，就先给一会儿。来，哎，给你了。给这个来，给这个。4块9。4块9。对。拎一会儿，先别鸡蛋，它刚出锅没晾好。这么拎着就行。这你要的是那个？啊，对呀。啊，不让吃啊。哎呀，熟的，好的好的。
热乎呢，别稍微晃晃，你看这油。茄子、辣椒。拿点卷饼啊！那个给小崽买了，看吧。拿点卷饼热的啊！随便挑5块钱了啊！来，当时来一块吃了。哥哥，你这家还有小的。1公斤。来啥今天？来哪样？来啥？来一根油条啊！微信收款6元。白菜俩，牛肉俩，分装。来，你要什么小笼包？有猪肉茴香、猪肉白菜，还有猪肉芹菜。12，这个是蟹黄的，螃蟹黄包的。来，包子大包小笼包，刚出锅的啊！这个好吃。把芥菜肉打。我们搁这吃。不愿意吃的，就往那上来吃。啊，那我不知道，不告诉我们先转转。2码芥菜打。拿几个鸡蛋？哪里呀？来5个，来5个鸡蛋。2码芥菜打。把鸡蛋给我这拿来呀。鸡蛋2码芥菜热打。啥的？这一样的来嘛。咱俩都哪吧？2碗都不哪？都给他们吃完的。一共12块钱。一个猪肉一个牛肉。这一份牛刷酱哈。对，别刷太辣，大不点行啊。啊，小份的话。等一下，牛肉马上出锅啊。给了，刷酱吗？啊，是的。会刷不刷酱？可以了。要酱吧？要一点小点。 2块8的啊。微信收款4元。现成的是吧？猪肉牛肉。一个猪肉一个牛肉是吧？我一个来一个。哎。多少钱？一个猪肉一个牛肉10块钱。 这3面。差不多。面添加的啊，鸡黄改的，来8块钱羊肉火烧鸡腿的。哦，鸡板粉。8块8。没事，你给我撒一块。干啥呀？你讲话你那个还是。现在我看看。要不要走啊？这是啥呀？牛打的包打的手打的。这个。这哪样？这鱼。这不现在你看哪个大有哪个？来吃姜，一往这儿来，来这个看。200这细，200这细。200这个，200块钱东西没了。牛打着这冰锅装。 7块钱丸子，大黄鱼肉，5块钱一，这家伙给你吃嘎个猪头大了，就这玩意儿嘎嘎一剁，吃老多人了，老香了，老香了，真老香了。有冰没有？有冰必须给你加冰。
大黄鱼啊。专家合作，赶紧的。